为什么你这么努力，成绩还是上不去？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高效学习方法。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是各类 App 的深度讲解栏目。我从前上大学的时候，我的专业是数学。从用了这个 Notability 后啊，我的成绩从班级中下游直接冲到了第1名。那么，我就来带大家全方位深度解析一下这款我用了10几年的神器 Notability。记笔记这件事呢，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流程。如果你只是想抄老师板书，那你大可不必下载这个 App， 因为这个 App 它的功能实在是太强大了。它不仅可以让你记录课堂内容，还可以让你整理课后资料、复习备考以及做作业。可以说只要你有 iPad， 你可以用它完成所有跟学习有关的事情。不过在介绍这款 App 之前，因为它的更新问题，导致大家对于 Notability 喜爱程度有所下降。我知道啊，很多老用户对这款软件有一点意见，先别急着发现你的赞美之词啊。虽然 Notability 在购买策略上的反复横跳确实让人不爽，但平心而论，它依然是目前 iPadOS 平台上综合实力最强的笔记应用之一。今天的视频，我不带滤镜，只带逻辑。认真看完，也许你会对它改观。再不济，你也能通过本期视频学会如何安全地带着笔记转移其他的软件，比如 GoodNotes， 反正左右都不吃亏嘛。打开 App Store， 我们可以发现它在 MacBook 美区的评分是 4.7， 而在 iPad 上的美区的评分是 4.8。尽管它的更新越来越繁琐，但是大家还是非常喜欢使用这款软件。本次我所演示的设备是 iPad Pro M1 和第2代的 Apple Pencil， 并且 Notability 为订阅版，以追求最完整的体验。不过我还是很喜欢老版本 12.5 以前的，并且我觉得那些功能对我使用 Notability 意义不大，而且现在的界面过于复杂，所以我没有更新。可能和你使用的版本不一样，有些功能我可能没有，因为我所介绍的是最基础的功能了，几乎 90% 的人都可以使用到。所以比较进阶的功能会留到后面我使用过之后再给大家讲解，希望大家理解。第一章，硬件选择与 Notability 版本种类。第一小节，硬件选择。用 Notability 刷题是什么感觉？这可能是目前 iOS 平台上最好用的笔记类应用了吧。作为一个有多年使用经验的老用户，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讲 Notability 的使用教程和功能详解。这也是我所知道的手写、录音、拍照3位一体结合的笔记软件里边，功能非常强大的一款记录软件。它的特点就是把手写、录音和照片结合在一起，用自己的方式发挥创意。在它的官方网站上有一句宣传语，我总结了3点是我觉得特别适合对这款软件的描述。第一，直观简约的界面，让你能在短短几秒钟内开始使用。第二，足够强大，有许多的大佬都在使用它。第三，足够简单，几岁的小朋友也能够轻松直接上手。必须切重要的说上一句哈，笔记类应用的核心硬件就是 iPad 加触控笔 Apple Pencil， 真的非常好用，不是我吹哈。想要体验最好的 Notability， 一定是需要最好的硬件支持才能最接近在书本上书写的感觉。如果在 iPad 上录屏写字容易打滑，可以添加一张类纸膜。如果认为类纸膜会降低 iPad 的屏幕清晰度，可以选择一张 AR 膜和一张可拆卸类纸膜的组合，就可以使用 iPad 书写时贴上类纸膜，在看电影、刷视频、打游戏时接下类纸膜，这样既保证了书写时有足够的摩擦力，不会打滑，又有看视频时的清晰度，两全其美哦。并且 Apple Pencil 的功能真的非常对得起它$129的价格。那如何选择 iPad 呢？如果是笔记类的应用，优先考虑屏幕参数，比如全贴合、高刷、Mini LED 或 OLED 等等。那其次是大小，最后是性能。那记得单独要买笔啊。本次演示使用的 iPad Pro 12.9英寸 M1 版本， iPadOS 的版本为 R5.3.1， Notability 的版本为 11.0。 第二小节， Notability 版本种类。接下来我们聊一聊 Notability 现有的版本类型，以及分别对应用什么样的功能和限制，及其定价问题。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定价。目前我已经升级为订阅制。Notability 是苹果生态独有的产品，不支持安卓和 Windows 从 11.0 版本之后， Notability 是一款免费的应用程序，一些高级功能是需要采用订阅式的方式，比如数学公式、手写转文本等，并且有些组件是需要在 App 内进行购买订阅。之前这些功能是在购买 Notability 软件之后再次购买才能获得，不过现在这些功能会跟着订阅制全部开放给所订阅的用户进行使用。不过好像在2025年时，我收到了它即将发布安卓版本的邮件。如果有使用安卓设备的朋友们可以观望一下。截止目前我制作这期视频时，它已经发布了16这个版本，这是它的简介，期待它后续能够支持安卓设备。然后咱们来说一下版本类型及其限制。从现有的官网中可以看到它分为个人计划和商业计划，分为5种用户 Starter、Lite、Classic、Plus、Premium 和 Pro， 其中 Classic 属于以前买断制用户的版本，这里只介绍一下，不过多阐述，
详情可以观看图片。它们所有的功能都会图片展示在屏幕上面，方便大家观看。Start 对应的是免费版，无限次笔记编辑只可在网页端使用 ，App 端的笔记次数是有限制的，0元。Classic 对应的是之前的老用户。Plus Premium 是功能较为全的订阅用户。YouTube 链接转化为笔记还 AI 的使用量有限制，每月$7.99美金，每年$19.99美金。Pro 功能最为全面的订阅用户，显示订阅中费用最贵的，它独有 YouTube 链接转化为笔记和 AI 的无限量使用，每月$19.99美金，每年$99.99美金。还有一组商业版本可以简单看一下。早在之前呢 ，Notability 呢采用的是一次性买断的形式。那曾经在 App Store 中呢，售价为60元人民币，最高的时候呢为78元，那最低的时候呢为25元人民币。那2021年11月1日 ，Notability 呢推送了 11.0 版本的更新。那新版本当中呢，购买形式呢变成了订阅制。那大陆地区呢每年是80元人民币，那海外用户呢是19.99美元。那这个举动呢，引起了大量的用户的不满表示对买断用户的不公平。那一时间呢，各大社交平台上的骂声一片。在2021年11月3日 ，Notability 呢妥协并发文称，在接下来的 11.0.2 版本当中呢，之前买断的用户呢可以继续拥有原来的服务。那从目前的软件实际情况来看呢，之前买断的用户呢依然可以继续使用，但是想要更高级的功能呢，还是需要转成订阅制。那只是目前有一些优惠的措施。那这里呢要解答大家一个疑问就是一旦转移到订阅用户，当有一天不再续费时呢，依然可以降级到 Classic， 那并且呢可以使用在 11.0 版本之前购买的所有内容和功能，但是不针对新购买的用户。所以针对转订阅这个事呢， Notability 呢已经采取了新的方式，算是尘埃落定了。那不知道你是否愿意买账呢？那我个人的观点呢，就是从企业的利润和用户的角度来看呢，既要保证公司长久健康的发展，又要维护用户的利益。那这个呢，的确是两难的问题，但是呢，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那同样可以做到，既不侵害老用户的权益，也可以让新用户按需购买。那学人家印象笔记，那有买断有订阅，那人家就做到了，转订阅之后呢，用户还是愿意购买的。如果你是重度依赖 Notability 用户呢，还没有考虑更换其他的笔记软件，那省钱的妙招来了。那从 11.0 版本之后呢， Notability 默认为免费版本，所以就不再支持家庭共享的模式了。那如果购买订阅服务，一般情况下呢，仅限一个人使用，那可以是多台设备，就是通过 Apple ID 进行订阅，并从 Apple Store 中下载使用。那如果 Apple Store 中登录了别人的 ID，那别人的 ID 呢，具有全功能的订阅和购买了所有的功能，那么下载的 Notability 呢，也是具有所有的订阅的，同样也包含了其他全部的功能。但是相关的数据是保存在本地或者是自己的 iCloud 当中，那这一点呢就不用担心了。那这也为什么很多淘宝店里卖 Notability 比较便宜的一个原因了，而且宣称是永久订阅。但是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如果有新的版本更新，则需要重新登录 Apple Store 的账户才能更新，可能需要再次联系某宝的卖家。那如果怕麻烦呢，可以约几位自己比较信任的小伙伴共享一个订阅账号，那人越多呢就越便宜。这下你懂了吧？那除了 Apple Store 账号呢，还有 Apple ID 账号，在 Notability 软件中还有一个是 Notability 账号。那这个账号呢是为了实现公共笔记的一个分享，那不会用作数据和订阅的绑定。那这个账号呢，也可以登录 Notability 的网站资料库，去下载别人分享的精美笔记。接下来呢，重点说说数据迁移方面一定要先了解 Notability 的存储方式，然后呢进行笔记，确保我们的数据呢安全，以免发生意外、损坏误操作会造成笔记的丢失。那我把 Notability 的数据迁移呢分为两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你依然还会使用 Notability， 但是需要在不同的设备、不同的苹果账号迁移笔记和如何把笔记备份到其他的网盘里面。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今后我不再使用 Notability 了，需要从 Notability 中导出笔记，那迁移到其他的笔记应用里，那或者是批量导出。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会有哪些问题呢？我来一一介绍。先说第一部分。那按照订阅方式来说呢，如果是免费账号 ，Notability 的数据呢是保存在 iPad 的本地，那无法通过 iCloud 的同步，也无法使用自动备份。
那如果一旦设备丢失，那在 Notability 里的所有的数据和笔记呢都会丢失。那除非手动将笔记导出到其他的网盘里面。那方法呢就是在 Notability 的资料库页面上点击左上角的共享按钮，选择要共享的笔记，然后再次点击共享，选择格式。如果未来还需要使用 Notability 继续编辑，建议选择导出为笔记，然后点击分享笔记，将笔记存储在文件 App 当中。如果是 Classic 或者 Premium 的订阅，那对于数据呢有多种选择，那可以通过 iCloud 同步或者是备份到第三方网盘上。那针对我日常数据迁移的情况来看呢，那大致呢有这么几个场景。那第一个呢就是如何在所有的苹果设备之间同步笔记。那其实呢也很简单，在所有需要同步笔记的设备上呢登录 iCloud， 并在 iCloud 开启 Notability 服务。那方法呢就是在 iPad 当中点击设置，登录 Apple ID iCloud， 打开 Notability 的选项，然后在 Notability 页面当中点击左下角的设置，选择 iCloud， 开启 iCloud 同步。但是要注意一点， iCloud 呢是双向同步，如果你直接从 iCloud 删除笔记，它也会从 Notability 删除。因此最好是从 Notability 软件中删除笔记，这样它会进入回收站，有反悔的机会。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如何恢复 Notability 之前的笔记。那如果笔记呢已经同步到 iCloud 上面呢，则可以通过打开 Notability 的 iCloud 设置来恢复笔记。那这算是 Notability 的一个亮点功能。那 iCloud 呢会长期保存可以恢复的版本。在 Notability 当中长按笔记，在弹出的菜单中可以看到 iCloud 的历史版本，而且这些版本呢不计入 iCloud 存储空间的限制，可以随时恢复到之前的任何版本。如果是自己在 Notability 删除笔记，可以在回收站中找回，但是必须是30天之内，否则呢也会被永久的删除。第三，如何将笔记移动至新的 Apple ID， 或者是说在不同的 Apple ID 之间转移资料。那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借助 iCloud， 在需要转移笔记设备上登录旧的 Apple ID， 打开 iCloud 同步，然后在 Notability 中开启 iCloud 同步，将笔记和 iCloud 保持一致。然后呢，关闭 iCloud 同步，选择保留在我的设备上，然后登录新的 Apple ID， 开启 iCloud 同步，将本地笔记同步到新的 iCloud 中就可以了。第四，如何将笔记移动至新的设备？那除了之前介绍了采用 iCloud 同步方式呢，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通过 Notability 自动备份功能，那可以将笔记备份到第三方云存储上。那目前呢是支持 Dropbox、Google Drive、OneDrive、Box 和 WebDAV， 但是目前在国内只有 OneDrive 可以连接上，其他呢就需要靠别的方式了。在 Notability 资源库页面上，左下角点击设置，在弹出的菜单中点击自动备份，然后选择 OneDrive， 在弹出的页面中登录账号，然后等待一段时间，直到自动备份完成。在新设备中打开 Notability， 在右上角点击导入，选择之前备份的云服务，然后呢进行登录，点击导入全部，将全部文件导入一个文件夹，最后呢点击完成。那第三种方法呢就是导出笔记，然后呢在新设备中导入笔记，这样呢也能转移笔记。那具体的操作办法呢就是在旧的笔记上点击左上角的共享，选择要导出的笔记，然后再次点击共享，选择其他应用，选择格式，这里呢选择笔记，然后点击分享笔记，这里选择保存到百度网盘就可以了。在新设备当中打开 Notability， 在右上角点击导入，选择文件、浏览、百度网盘，选择导入的 Note 文件即可。那这里要提醒一下，千万不要导出别的格式的笔记，那以免在新设备导入回来时候呢，可能造成手写笔记无法更改，或者是录音丢失的问题。第二部分，如果要携带自己的所有笔记跑路，那有两种方法。那一种呢是直接导出，另外一种呢是将数据自动备份。通过直接导出的形式呢比较简单。这里呢着重介绍一下这个文件格式。首先呢是 PDF 格式，如果打开纸张开关，导出后的笔记呢包含背景线条和颜色。那如果打开录音开关，则会导出除了 PDF 之外呢，还包含了一个 .m4a 的音频文件。那如果打开页编剧开关呢，导出 PDF 时呢，会有一定的页编剧。那这里呢给大家看一下开启页编剧和不开启页编剧的效果。当我们导出 RTF 文件格式时呢，会包含一个 RTF 文件，
以及一个包含 .mca 音频文件。如果同时打开了图像开关，则会将图像单独的导出一个 JPG 的文件。那如果导出的是 .note 文件，那这个是 Notability 自定义的文件格式，它本身呢就包含了录音，而且呢，当你将文件导回应用时呢，笔记内的全部内容都是可以编辑的。那这是与其他 Notability 用户分享笔记的一个好办法。最后一个选项呢就是图片，那顾名思义，导出来的文件呢都是 JPG 的文件格式。如果是直接将笔记导入到其他笔记应用中，可以直接将笔记用其他软件打开即可。但是呢，要考虑兼容性的问题，那只能使用 PDF 格式，比如点击共享，选择笔记，再次点击共享，其他应用，选择 PDF 格式，分享笔记，选择在 Google Notes 中打开即可。但是导入新的笔记应用之后呢，原来的 Notability 的笔记呢是无法进行修改的。那这一点呢一定要注意一下。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无法脱坑的主要原因了。但是有没有办法呢？有。就是有点不太方便。那方法呢，就是使用 Adobe Acrobat Pro 电脑端对 PDF 文档中的笔记进行修改。那其他呢，也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了。所以如果有大量书写笔记需求的，一定要选择一款自己喜爱的笔记应用，哪怕它未来涨价、耍流氓等等，你都必须坚持使用它。一旦需要转移笔记呢，基本上都是转移出去的 PDF 呢，都无法修改原始的笔记了。如果你是新用户，那就继续看过来吧。当我们下载了 Notability 之后呢，打开软件，从产品的角度来看 ，Notability 呢已经做到了极简的设计，加上笔记页面，你会发现所有的功能和笔记呢，总共也就2个页面。那你的任何操作呢，都会在这2个界面当中，它包含了所有 Notability 的功能。这也为什么像官方广告宣传语那样，5岁儿童也能直接上手，可以说明 Notability 呢几乎对新手没有任何的学习成本，上手即可会用。那下面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当我们打开 Notability 软件呢，首先看到的就是资料库页面。那资料库呢是显示笔记、主题和文件夹的页面。你可以在页面中管理和访问笔记。首先看到左侧带颜色的部分呢，就是 Notability 的主题和分配器，主要呢就是用来整理笔记文件。其次呢，在左上角的工具栏可以看到很多的按钮。那第一个呢是编辑按钮，主要呢用来编辑笔记、主题和文件夹。当点击编辑时呢，选中笔记文件，就可以对笔记中进行复制和删除。那第二个呢是共享，可以把笔记通过链接、应用、电子邮件、云服务等共享出去。当然，你也可以通过 Notability 直接进行打印。再有，在页面的右上方，第一个呢是查找功能，可以搜索手写笔记、大纲、标题、文字等。那即使你没有购买手写识别功能，同样呢也可以搜索到。如果你无法搜索到 PDF 中的文字，肯定是你的 PDF 文件没有进行文本识别。把扫描版的 PDF 进行文本识别后呢，就可以搜索了。那第二个呢就是导入功能，可以从主流网络存储导入文件。Notability 呢支持 PDF、RTF 文本文件、Word、PowerPoint、Excel 和 Note 文件格式。而 Note 文件呢是 Notability 专用格式，其他的笔记软件是无法打开此格式的，那必须转换成 PDF 导出即可。但是在 Notability 上做的笔记导出 PDF 之后呢，在其他软件就无法修改笔记内容了。另外，在页面底端的左侧分别是设置、获取帮助、Notability Plus 和回收站按钮。那在设置菜单当中分为4大块，分别是信息软件、数据管理、笔记页面设置和功能设置。而 Notability Plus 呢是提供不同主题、工具、贴纸和管理功能的订阅。如果你是 Premium 的用户呢，则这些都是包含的。最后，在页面的右下角可以点击图标来快速创建笔记，也可以长按图标打开扫描文档和编辑模板。Notability 采用的笔记管理方式与普通的 Windows 电脑文件管理不同，它类似于书本目录的管理方式，包括1级目录和2级目录。那每个目录下呢都有节点和主题。默认情况下呢，页面中会有所有的笔记主题、近期笔记主题、共享笔记主题和未归档笔记主题。那这都属于1级目录。我们呢也可以创建1级目录，例如我们在页面中点击加号，添加主题，然后输入主题名称。此时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主题中创建笔记了。我们也可以把其他笔记拖过来。当笔记较多时呢，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的箭头，可以按照名称、修改日期和创建日期来进行排列。接下来呢，我们创建分配器，你可以理解为文件夹，在主题下点击加号，选择分配器，然后命名。
我们可以多创建几个来区分分配器和主题。当我们创建完成后呢，在分配器下我们创建笔记，你会发现笔记呢并不在分配器中，而是在主题中。那我们长按分配器，在弹出的菜单中可以添加主题和添加分配符。我们先添加一个主题，命名为主题2，然后呢我们再创建一个分配符。此时主题2与分配符呢都属于3级目录。通过创建主题、分类器和分类符来看呢，我们总结一下，只有在主题里才能创建笔记，在主题之下可以创建主题和分类器，而在分类器之下可以创建主题和分类符。理论上呢可以无限创建多层目录，但是禁止套娃。以上呢就是 Notability 的主题和分配器。在我们创建笔记时，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纸张，包括颜色和格式，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进行选择。首先呢是编辑模板，在资料库页面的右上角点击导入，选择模板，或者是长按右下角的图标，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模板。点击之后呢，在模板页面中就可以选择不同的样式了，主要分为纸张大小、基础格式和专业格式。在 Size 里面可以选择信纸的大小，除了标准的 A3 到 A7 的纸张外，还有法律、小报、信纸等。那我们看一下这种纸张的大小，这里呢给大家列出了 Notability 所有提供纸张的规模和大小，大家呢可以参考一下。在基础模式中可以选择颜色和纸张，如果选择网格类的纸张，可以点击相应纸张右下角的3个点，可以设置网格的间距。那除了基础格式之外呢，还可以选择专业类格式，有教育、创意和计划。当然你也可以导入自己的 PDF 当作模板。当我们需要快速创建笔记时，点击右下角的图标，会快速创建一个笔记。如果想让快速笔记的模板设置成为我们想要的，则需要在设置中来更改默认模板。在资料库页面的左下角点击设置，选择文稿，可以设置默认笔记的标题、模板、注释视图和媒体选项。点击默认模板右侧的编辑，按照自己想要的模板设置即可。默认媒体的选项呢，是指导入到笔记中图片的形状。那全部设置完成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图标进行快速创建笔记了。这个功能使用的频率呢就不是很高了，除了临时拍摄几张书本以外呢，就是拿起 iPad 拍黑板上或者是老师 PPT 的内容。那我们点击右上角的导入，选择文稿扫描，然后呢会打开相机，默认呢是自动模式，我们把它切换成手动，然后选择样式，点击拍摄，最后呢选择存储，可以存储为 PDF， 也可以存储为图片。这里呢我是不推荐大家使用的。那文件扫描的形式呢是拍摄书本，因为在 iPad OS 15以后呢，用 iPad 自带的相机功能呢，拍摄的图片是可以直接复制上面的文字的，就不用再抄一遍了。方法也很简单，打开相机直接拍摄，然后在相册中直接复制图片上的文字就可以了，非常方便。除了文稿的设置之外呢，在设置页面中还有其他的设置，包括主题、键入、手写和密码。这里呢挑几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设置，其他的设置呢让它保持默认即可。第一个呢就是键入，就是在笔记当中我们使用键盘输入的默认字体的格式，在键入选项中有个默认字体风格，可以选择相应的字体集。默认的这些字体呢都是来自 iPad 系统中自带的字体集，如果想要安装自己的字体，需要在 Apple Store 中下载相应的字体软件，在这些第三方的软件上去下载字体，然后在 Notability 中选择下载的字体即可。但是一些字体和软件呢是需要收费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第二个呢是手写，就是你笔记中最常用的语言设置。这里呢设置下语言，方便用于笔记识别和搜索效率。默认是简体中文，同时呢系统也会自动下载了英语，所以如果大家是小语种的书写要求，需要下载相应的语言选项。第三个呢是密码，主要是针对主题下所有的笔记进行加密，分2步操作。第一步呢是设置密码，在设置中密码设置密码，如果 iPad 支持指纹或者是 Face ID， 可以开启这个选项，一定要开启这个选项。如果一旦忘记密码，这个还真的只能靠这个来找回密码了。第二步锁定对象，单单设置密码呢是没有任何效果的，一定需要进一步的操作。然后呢在主题当中点击编辑，打开锁定对象，此时在这个主题中所有的笔记呢都会被上锁，并且需要密码才能打开。相反，如果取消密码呢，就是关闭锁定对象即可。主题一旦锁定，通过 iCloud 同步到其他设备上的笔记呢，则也需要密码。
如果彻底忘记了这个密码，也不能修改密码，此时呢，只能删除笔记和主体了。当我们快速创建笔记时呢，就进入了 Notability 笔记的页面，这也是 Notability 除了资料库页面以外的第二个页面。从页面上来看呢，最左侧的按钮是返回键，那第二个呢是共享按键，第三个呢是操作撤销按键，中间的部分呢是工具栏。Notability 呢提供了一套简单而又强大的工具。那第一个呢是创建文本框工具，第二个呢是钢笔工具，第三个呢是荧光笔工具，第四个呢是橡皮擦工具，第五个呢是套索工具，第六个呢是浏览工具，第七个呢是录音工具。在页面的右上角还包含了添加媒体选项和编辑器视图，而在页面的底部右侧是缩放按钮。接下来呢，我就来一一讲解。我们点击文本框工具，然后在笔记任意地方就可以输入文字了。再次点击文本框工具，它有3个选项：涂鸦、Scribble 和关闭。涂鸦呢，就是可以利用 Apple Pencil 画对角线来创建指定大小的文本框。Scribble 呢，就是将手写实时转换成文字。当然，这里需要手写识别订阅或者是 Premium 的订阅。这里呢，写几个字给大家演示一下。你要是觉得这个有用呢，可以订阅手写识别功能。第三个呢，就是关闭，就是关闭前2项功能。如果在文本框中使用键盘打字，可以对文字呢进行修改，包括改变颜色、字体或者是大小，也可以收藏设置好的字体格式。那最多呢可以保存3种字体样式。那如果需要制作列表或者是大纲呢，则可以点击键盘右上方的3个按钮，可以选择圆点、编号和清单。那除此之外呢，借助 iPadOS 上的文本替换功能，可以制作用符号替代特定字符的快捷方式。这样做呢，可以输入数学和科学符号、下标和上标。这个与数学表达式转换订阅的功能不同，这个呢是通过键盘的方式打出来的，而不是手写。那具体操作呢是在 iPad 上打开设置，点击通用键盘自定义短语，点击右上角的添加，然后输入短语，然后设置输入码。我们这里输入一个简单的，例如西格玛符号，我们可以复制到短语，然后在输入码里设置 XGM。当我们再次回到 Notability 中，输入 XGM 就会看到这个符号，非常方便。我们可以把经常使用到的符号呢都可以提前设置，这样呢在做笔记时呢就比较方便一些。创建文本框后，长按文本框就可以设置文本框属性了，那包括放大、缩小、旋转、样式、圆角、纸张等功能。这里呢说一下文本绕排，那直接给大家演示下。首先是启用绕排，然后是停用绕排，其实就是文本框周边文字的排列方式。笔工具呢，应该是所有 Notability 工具里最常用的一个。那 Notability 呢，会利用 Apple Pencil 在 iPad 上的压力，那书写出不同粗细的笔记，影响手写笔书写的4个方面，包括粗细、压感、颜色和虚线。当我们再次点击钢笔工具时呢，它就会弹出设置页面，就可以进行具体的设置了。首先，显示着不同圆点的大小呢，表示着不同的粗细。这里呢，分为12个粗细级别，我分别从最细到最粗给大家画条直线，可以进行对比一下。然后在圆点的下方可以看到2个笔记形状，一种呢就是我刚才书写的样式，另一种呢就是具有压感的书写笔记。那随着使劲的按压书写，线条呢就会越粗。我从最左边比较轻到右边比较用力来画直线，看看具体的效果是怎样。那除了这2款以外呢，在功能设置页面往右侧滑动，就可以看到2条虚线笔记形状。这2条笔记形状呢都与压感无关，只和虚线的密度有关。我们来选择合适的粗细，分别画2条来对比一下。那功能设置页面的右侧呢是选择颜色，当然也可以滑到最右侧空白处，点击加号来设置喜爱的颜色。很多 UP 主呢都会分享自己的色号，输入到这里就可以拥有同样的颜色。像我这种连女人口红色号都分不清的人，这方面我还真的是不懂。最后呢，就是一些常用的技巧。当画直线时呢，画完后不要抬笔，则画出来的线会自动拉直。如果连续一笔画出的形状或者是曲线会自动变成图形，后续呢也可以进行拖动修改。这里呢画一些简单的几何图形，大家看一下。荧光笔呢是个多用途的工具，它可以让你强调备注的重要部分，也可以用来绘制漂亮的图形。它的使用方法呢与钢笔工具相同，也可以设置粗细、压感、颜色和虚线，这里呢就不再演示了。那荧光笔除了可以当做标记工具使用呢，也可以为钢笔工具画出的轮廓进行上色。
使用橡皮擦呢，可以擦除任何笔记内容，但是不包括 PDF 文档本身的文字。橡皮擦工具呢，使用起来也比较简单，可以点击橡皮擦工具，先选择不同大小的圆点，表示着橡皮擦面积的大小，有2个选项，完整的和不完整的。那不完整的橡皮擦呢，可以精细的擦出范围，而完整的橡皮擦呢，可以擦出整个线条或者是较大区域。我们来对比一下，首先呢是完整的橡皮擦，可以看到把所有的线条都可以全部的擦去了，而不完整的橡皮擦呢，只是擦出了一条痕迹而已。套索工具呢，就是可以选择绘图或者手写内容。当再次点击套索工具选项时呢，会出现2个选项，一个呢就是可以选择区域周围绘制一个任意形状的轮廓，另一个呢就是标准的方框。我们看一下这2个区别。首先选择左侧的绘图，画出需要套索图案的轮廓上，然后呢就可以随意拖动。那使用2根手指开合呢，可以缩放绘图。第二呢就是使用巨型套索呢来创建一个边界框。拖动边界框的视角呢，可以精确的缩放，也可以使用2根手指旋转选中的元素，或者使用边界框的控制点来精确的旋转，在所选轮廓内轻点一次，即可显示样式、剪贴、拷贝或删除等选项。那拷贝某个图画之后呢，点击并按住，即可粘贴到新的位置。浏览工具其实就是在手指和触控笔之间切换的按钮。若要滚动浏览备注，可以使用工具栏中的浏览工具。如果已选定其他工具，可以使用2根手指上下滚动。这个工具呢，就没什么好说的。当我们在笔记页面的右上角点击加号，就可以看到媒体菜单。在这里可以添加来自相册的图片、相机、文件扫描、外部片段、便签等。前面这几个选项呢都比较好理解，而便签呢实际上与文本框类似，区别呢就在于便签无法进行键盘输入，但是可以手写输入。文本框在设置上要比便签多了一个选项，就是设置字体格式的选项，这就是最大的区别所在。而外部片段呢，则可以通过拖拽或者是复制，从 Safari 中添加网页剪辑。例如我们打开一个网页，利用 iPad 分屏模式，然后将 Safari 中的网页直接拖到 Notability 当中，然后对图片进行剪辑操作，非常方便。谜题页面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GIF， 这个功能的选项使用国内的网络访问呢是比较慢的，国外呢就不受影响。点击 GIF 就可以看到里面非常有趣的图片，那这些图片呢都是由 Giphy 提供。Giphy 呢是一个在线动态 GIF 图片搜索引擎，是一个搜索那些互联网中动态的 GIF 动画图片的资料网站，号称 GIF 界的谷歌。当我们在书写过程中需要处理笔记中的微小细节，此时呢就需要进行缩放功能。在笔记页面的右下角点击放大镜图标，此时呢屏幕底部将出现一个缩放窗口，且上方呢将出现一个缩放的目标框。那在缩放窗口内书写的内容呢也将显示在目标框内。那要移动目标方框，可以点击屏幕任意处调整目标方框的大小呢，是可以用2根手指在屏幕任意缩放也可以点击并拖移方框的右下角。当缩放窗口右侧写完笔记时呢，目标方框会自动前进。如果要调节自动前进的区域呢，可以操作边缘的控制柄。这个呀不算是一个功能，算是一个提高效率的小技巧。那对于我们固定的一些设置，比如笔记的色号、橡皮的大小、荧光笔的颜色和套索的样式，在设置完任何一个选项之后呢，均可点击下方的收藏。此时呢，这个我们经常使用的自定义规格的工具呢，就会出现在左侧，方便我们快速切换。加上撤销键在左上方，一边右手书写一边左手操作，非常方便。那如果在资料库页面中点击设置手写左手模式，再次回到笔记页面，会看到工具栏会出现在下方，收藏工具和撤销键依然在左侧。不知道左手书写的朋友，你是否觉得方便呢？这部分介绍的都是 Notability 的特色功能，也是很多人无法逃离的重要原因，因为根本没有1:1完美替代 Notability 的笔记软件有时候想一想最终一咬牙一跺脚，依然乖乖的使用 Notability。这项功能呢，不是只有 Notability 特有的功能，但是如果你周边的同学、老师、教授都在使用，那么为了方便学习交流，你也大概率会使用 Notability，
当你共享你的笔记时呢，将链接发送给别人，那别人收到链接之后呢，打开 Notability 则可以共同编辑笔记，在资源库页面或者是笔记页面点击共享，然后点击创建链接，稍等一会儿，等待创建共享链接完成，然后呢可以复制链接，通过微信等发送给别人。当别人收到链接之后呢，选择其他应用打开，选择 Notability， 则笔记呢就会出现在资料库中，并显示共享状态。但是由于 Notability 呢并不是采用 iCloud 的共享方式，所以目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呢是无法使用的。一旦创建共享链接会出现报错，所以大家看看就行。数学表达式转换是需要专门的订阅或者是 Premium 的订阅才可以使用。那这个功能呢，对于需要数学方面的笔记呢就特别合适，而且呢非常好用，比电脑编辑方便多了。目前来说，普通的运算、乘方、开方、三角函数、积分、不定积分、微分、希腊字母、拉丁字母、矩阵和其他特殊符号都可以识别，但是要提醒下，公式识别完是转换成图片，如果直接用到 Word 等其他文件中，就不能再次编辑了，所以要在 Notability 上改好，然后呢在其他软件进行操作。但是呢我也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就是对于超级复杂的公式，数学表达式的转换呢对于大小写字母的识别呢不是很精准，经常呢会识别错误，导致错误率很高，经常会撤销重来。这里呢也来看一篇初中生数学笔记，将其进行转化，我们看一下效果，可以看出大部分的情况呢都是比较准确的。其实我在想，如果加上计算功能，通过识别计算过程直接导出结果，那岂不是更牛？其实Notability 的产品的 logo 呢，就是顶部套有麦克风的一个铅笔。那象征着 Notability 的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呢，就是录音。那在 Notability 当中，录音与注释呢是关联的。当播放音频时呢，可以轻点笔记中的任意内容，来跳转至录音中对应的时间点。而播放录音时呢，添加的注释呢，也是与录音同步的。基础的录音操作呢，也比较简单，点击录音键即可边做笔记边录音。此时呢，会显示事件和声音波动。当再次点击录音呢，就是录音结束。如果要播放录音，则可以点击录音旁边的箭头，点击最左侧的播放按钮即可。在播放过程中呢，笔记也会随之展开。从播放条中可以看到一些功能，比如拖动进度条可以跳转至录音中的相应的点，可以点击速度按钮更改播放速度，也可以快进10秒或者是倒退10秒。在右侧呢是设置和编辑录音键，点击设置按钮有2个选项，第一个呢就是打开笔记回放，可以让笔记随着音频动态的进行展示。如果打开笔记回放时呢，也可以启用动画预览。那打开动画预览时呢，会在笔记播放之前看到其透明的预览图。那关闭动画预览呢，则会在笔记绘制出来之前不显示笔记。均衡器呢，就是来设置左右声道的调节频率，建议默认即可。而音量增强呢，则可以放大远处录制的音频。当我们需要对音频编辑时呢，则需要点击编辑录音按钮。录音名称旁边的编辑呢，可以裁剪或拆分人键。拖动黑色边框可裁剪录音，点击分割可拆分录音，拖动边框可编辑各个部分。在菜单中可以点击录音名称来重命名，点击完成可保存更改。如果需要将录音拆成多个部分，命名第一个部分，并使用第二个部分进行额外的编辑。那如果需要对不同的录音进行合并呢，则点击编辑录音，点击选择，然后选择要合并的音频，然后点击合并。此时呢，就可以将多个音频文件合并成一个文件。但是要注意，目前呢是无法合并导入进来的音频。虽然 Notability 的录音功能呢足够强大，但是呢依然不是一个完美的功能。那其实在录音过程中呢，会把书写的声音呢也会录制到里面，并且呢无法消除。而且目前 Notability 的录音呢是无法将语音转换成文字，还是需要第三方的软件来配合。希望这个功能早日加入到 Notability 当中。其实 Notability 的网站上呢是有个资料库的页面，大家呢都可以注册 Notability 的账号呢进行访问，并下载里面优秀的笔记，而且呢都是免费下载，包括艺术、灵感、模板、课程笔记和学习材料，算是一个交流笔记的大社区。当然，好看的模板是需要自己发现和购买的，你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制作自己的模板，也很简单，在 iPad 当中呢就可以直接用听到的制作。当然，你也可以使用电脑中的 Excel、Word、PPT 等软件制作 PDF 格式的模板。这里呢，我给大家分享下 Notability 官网的模板，
由于大家访问不是很方便，所以呢，我将文件全部保存在了百度网盘，欢迎大家下载分享。好了，本来想做一期比较简单的 Notability 的教程，没想到越讲越多，可能呢时间会比较长。那如果你看到这里呢，那你一定是一个有耐心的人。那多了解一门技术和工具呢，对你的工作和学习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在未来呢，你也可能成为 Notability 的高手，利用这些工具呢，取得更好的成绩，加油吧 ！OK， 那今天的内容呢就这么多。到现在为止，这期视频就要结束了。不过我在这还是想说几点内容。关于那几10块钱的真心话。最后，我想跳出现在的身份，单纯站在一个学生的角度，和大家聊聊心里话。我知道你们很多人想用这个软件，但是看到80块钱或15美金就望而却步了。我也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替代品，但我想说，如果你真的想把学习效率提上去，并且想要长期的坚持下去的话，那么这80块钱你一定要花。我知道，对于咱们学生党来说，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80块钱一年，可能就是2-3杯奶茶，或者1周的食堂加餐。当初 Notability 强行改订阅制的时候，我也和大家一样，在宿舍里边刷论坛边吐槽，那种被背叛的感觉，懂的都懂。但吐槽归吐槽，期末周该来的还是会来。我想说的是，如果你已经买了，或者正在纠结要不要上车，千万不要让这种情绪影响了你的效率。既然花了钱，或者是好不容易抢到的 Classic 权限，我们唯一的反击方式，就是疯狂的、狠狠的去使用它，把它榨干，直到它帮你拿到那个你想要的 A， 或者那张神殿店的证书。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软件，它更像一个时间管理助手，帮助你提高学习效率。它也是一个知识管理工具，帮你理清自己的思路，让你的知识体系化繁为简。当你把碎片化的信息整理成结构化的知识的时候，你就已经超过了那些只会死记硬背的人了。而且，我也会持续更新很多关于它的使用方法，比如如何做思维导图，如何制作精美的课件等等，这些都会在我们的会员群里面分享给你。所以，与其去寻找免费的方法，不如一次到位，学会高效的学习方法。录音才是我们最后的倔强。为什么哪怕它涨价，我还是舍不得删？因为在那些快被教授语速逼疯的早八课上，在那些期末复习时看着满屏鬼画符发呆的深夜里，只有 Notability 的录音同步能救我的命。我发现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上课要认真听讲，不要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其实不然，在课堂上，老师会说一些废话，或者是一些重复的内容，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必要一直盯着电脑屏幕，而是应该打开录音功能，这样你就可以腾出双手来做好课堂笔记，甚至可以一边录一边做笔记，这样不仅效率高，还可以确保你不会漏掉任何重点内容。当然，如果有同学的口音很重，又或者是你对某些知识点有疑问的话，那么你可以直接回放录音，反复的听，直到你弄懂为止。对于学生来说，这个功能不是锦上添花，而是保命符。当你点击那行模糊的字，耳机里传回老师3个月前讲的那句关键提示时，那种跨越时空的连接感，真的能让你在绝望中看到及格的曙光。所以，如果你是新同学，哪怕你不用它的精美模板，哪怕你不买它的手写识别，也请务必学会用好它的录音功能，这是它作为一款老牌神器最后的护城河。3. 别让精致笔记成为你的慢性毒药。在图书馆，我常看到很多同学花3个小时去调色号、画边框、找贴纸，看着 iPad 的屏幕闪闪发光，心里确实很有成就感。但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想提醒大家 ，Notability 是你的武器，不是你的画板。考试不会考你的笔记有多好看，面试官不会看你的色号配的有多高级。作为学生，我们最宝贵的是时间成本。如果一个工具让你把80%的精力花在了排版上，那它就在消耗你。我更希望看到你的笔记里有凌乱的草稿，有为了赶进度而歪歪扭扭的批注，有录音里老师急促的呼吸声，那样的笔记才是真正流淌过你大脑的知识。很多人喜欢追求完美的笔记，他们认为只要笔记做得足够精美、足够详细，那么成绩一定不会差。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真正的高手都是做减法的，他们的笔记往往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却非常有用。所以不要为了追求形式上的美观而浪费太多的时间，这样子会得不偿失。4. 数据主权，别让你的青春死在服务器里。最后，提醒所有同学，永远不要迷信任何一款 App。今年是 Notability， 明年可能是 GoodNotes， 后年可能又出了什么更厉害的神器。对于我们学生来说，笔记就是我们的青春资产。定期导出，每个学期结束，请务必把所有的笔记导出成 PDF， 存到你的网盘或者电脑里，不被绑定，就像我在视频里演示的那样。学会优雅跑路的技能，你要做的是流水的软件，铁打的知识。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东西都在云端，
包括你的学习资料。所以，我们要有数据主权的概念，不能让自己的青春死在别人的服务器里。那具体怎么做呢？我会在会员群里给大家演示，加油吧，每一个赶路人。好了，这期视频可能比我想象中要长很多，感谢你能听到这里，这说明你一定是一个对学习、对工具非常有要求的同学。工具的更迭很快，软件的策略也会变，但只要你还在思考，还在记录，还在为了那个梦想的目标而夜奋战，你就是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生产力。资源分享，评论区的那些模板和网盘资源，是我作为学长送给大家的一点小礼物。互动建议，如果你发现有什么更适合学生的平替软件，或者有更好用的操作技巧，欢迎在评论区分享。咱们在学习的路上抱团取暖，别再纠结那点订阅费了，拿起笔开始写吧，哪怕只是一行字，也比收藏100个教程强。我是张，我会持续分享更多硬核、实用、不文虚的生产力干货。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那么一点点启发，欢迎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并转发，让更多的人能知道。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点亮小铃铛，并且每周1、3、5都会更新视频。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